住在外面的大家会自己煮饭吗？我现在正要去菜市场的路上。我实际上是从大学1年级离家之后，才真的开始练习，然后学会如何自己煮东西。那比起全联、家乐福或其他的生鲜超市，我更喜欢去传统市场采买。不只是因为有些东西比较新鲜，它的价格也低很多。像我最爱的玉米笋，传统市场50元可以买到3盒，但是生鲜超市它1盒可能就卖你39或49，当然那个价格是浮动的。另一方面，我觉得传统市场很有人情味，像是这种早市，接近中午可能11点半左右你去买东西的话，有时候老板都会打折，因为他们快要打烊了，所以趣味性会比较多吧。今天就来分享外宿的你可以如何透过吃来省钱，而且吃得健康。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刚刚从菜市场买东西回来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我在菜市场买到的战利品2大袋，我这边总共花了345元，现在就来一一的盘点给大家看我买了什么东西。塑胶袋有点多，感觉不是很环保，不过大部分的塑胶袋是我重复利用的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这一袋一堆的水果。好，我买了1串香蕉。好，2串香蕉。香蕉是一个很方便的水果，所以我会多买一点。至于怎么保存呢，是有 Pebble 的，我等一下会再教大家。这样2串香蕉是69元，你看可以吃几天？我记得 Seven 还是全家，它1根就要卖20块，2路的话是30块。30块，那这边可以吃几天呢？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。好，这里有1、2、3、4、5颗奇异果，这样总共是100块，所以1颗是20块。接下来是4颗的砂糖橘，我觉得砂糖橘比较贵，那这样4颗要70块，但砂糖橘很好吃。接下来日子呢，因为想要喝柠檬水，所以我买了一些柠檬，1、2、3、4、5颗柠檬，大家猜猜看多少？5颗柠檬也是70块。发现刚刚镜头都没有拍到可爱的水果们。好，所以盘点一下，香蕉这样2串是69块，然后5颗奇异果100块，4颗砂糖橘这样是70，然后5颗的柠檬是70。好，水果就这样子。传统市场的水果真的秀个短袜。接下来我们来盘点一下这一袋蔬菜。好，这个是洋葱，这一款的洋葱好像是屏东的洋葱，真的超好吃的。我觉得那种进口很圆很大的，味道没有像这种的这么甜。这样一袋洋葱只要50元，超便宜的。接着我买了3颗的马铃薯，这样只要21元，一斤多少元我会再付给大家看。好，然后一堆的地瓜，红地瓜真的超级好吃。这个红地瓜它总共只要65元，超便宜的。像这种地瓜，你去全家或是 Seven 买，它称重这个大概45块或是40块，但这全部只要65元，你看可以吃几餐？这就是我今天的战利品，那总共是花了445元。那像这种马铃薯跟洋葱一起炒搭配着吃就很健康，然后也很饱。那地瓜单吃可以配香蕉啊，然后饭后再配个奇异果，还有砂糖橘，就是很营养的一餐了。所以在传统市场其实可以买到很丰富多样的蔬菜水果，那也可以让你省很多钱。那一次买那么多香蕉，到底要如何保存才能延长它的期限呢？首先，这个蒂头它会让香蕉成熟得更快，所以我一买来就会先把蒂头处理掉，这样也可以方便食用。如果你离传统市场比较远，只能偶尔才买一次，但很喜欢吃香蕉的话，也可以利用今天的方法延长保存期限，应该会蛮有帮助的。那在移除蒂头之后呢，我就会用厨房纸巾稍微把香蕉擦一下，就是把外面灰尘还有水分擦掉。接着就是重头戏了，拿出你的保鲜膜，透过这个保鲜膜把这个香蕉一根一根的包起来。那要注意的是，这个方法呢，它只适用于已经熟可以吃的香蕉。如果你今天买到的是青香蕉，就是还没有熟的话，你应该要先放在室温，让它催熟，慢慢的熟之后，再用这个保存方法。
主要是因为水果如果还没有成熟，你就直接放到冰箱冷藏的话，它可能会变成哑巴的状态，就是它会因为低温然后没有办法熟透，那就算你再移到室温呢，它可能很快就会坏掉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。全部69块的香蕉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69除以13，一根大概5.3块左右，便宜吧？一天吃个2根，这样也不过10几块而已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是我上礼拜买的香蕉，这个冰在冰箱大概已经过了7天，超过了7、8天吧。那现在打开，也许你会觉得它的外表黑黑的，好像坏掉还是烂掉，其实没有。打开给大家看，它现在其实里面的内芯呢还是很有弹性的，没有烂掉。这一根是特别放久一点给大家看的。那它的口感呢，其实真的还是跟原本的一样，没有烂掉。烂掉的话，照理说它会整个掉下去，可是它现在还是很有弹性的，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。那我会如何保存我这个洋葱呢？其实我这个方法还蛮普通的，为了料理方便，我通常会在买到第一天就去头去尾，然后把外面的皮就是把它扒开，就是不会吃的那一层皮，然后一样用保鲜膜把它封起来，就直接冰到冰箱。那我目前很多年都是用这个方法，我也暂时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。有些人好像会切丁之后放冰冻吧，但因为我都蛮快就煮完了，所以我就没有用这个方法。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，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会很感谢你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道我很常吃的一锅到底的料理，就是马铃薯炒洋葱跟毛豆。那这个其实有很多的搭配，你也可以加进去小黄瓜、玉米笋、小番茄等等，各种可以混搭的食材，就是都很对味。那马铃薯的处理方式很简单，我通常会先用牙刷把外皮先刷干净一点，然后用刨刀把一些刷不掉的脏脏的皮刨掉，那剩下就切丁。那大家可以留意，就是切细一点，这样子在煎的时候可以比较快熟，可以减少料理的时间。洋葱一样也是切丁处理。那我会加入一些家乐福买的冷冻毛豆，增加一些蛋白质。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料理食材了，先把马铃薯倒进去。那食材放入的顺序就是从比较慢熟到快熟的，所以一开始我会先放马铃薯进去，然后等煎到开始有一点上色之后，我才会放毛豆，然后最后才是放洋葱。那因为我不是厨师，也不是小当家，所以这个烹饪的过程可能看起来有点粗糙，还请大家多多包涵，因为我只是要煮给自己吃的。很多人会觉得自己煮东西很浪费时间，但其实你在煮东西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同时听 podcast， 所以这个时间其实过得蛮快的。好，差不多可以起锅了，我会再加一点黑胡椒，增加它的风味。那不包含备料的时间，炒这一盘大概不到10分钟。那假设你搭配微波炉使用的话，又可以大大减少烹调的时间。这个锅子的直径是18公分，看起来很小，但其实分量非常大，吃起来很饱。煮好的午餐吃给大家看。超好吃的。这洋葱跟毛豆，这洋葱真的超甜的，大家去菜市场如果看到的话，真的可以买来煮，比那种进口的还要好吃很多。你要吃完这一餐就可以搭配个水果啊、芭乐啊、橘子，当做饭后的水果。如果你是外宿族，想要开始煮东西的话，建议你可以买黑金炉。那有些人会买卡式炉，但听说换算下来，黑金炉是比较省的。所以这一餐实际花多少呢？我用了1颗马铃薯嘛，马铃薯这样1颗大概是7元，然后用了1颗洋葱10块。那一包家乐福卖的500公克的毛豆是80元。那假设你一餐毛豆吃50公克，那大概就是8元。
我们就直接算10元好了，毛豆1碗10元，所以单算食材的费用，马铃薯7元加洋葱的10元加毛豆1碗10元，这样总共是27元。那当然这是没有算油还有盐巴还有调味料那一些的，大家可以自己估估看，因为有些人吃的油可能比较好比较贵，或是比较便宜，所以价格就会有一点点的浮动，但我认为这一餐大概不超过50元吧，你可以再加一些便宜的水果，其实我觉得很难超过100元啦。那今天的晚餐就来吃个蒸地瓜，我会先把这个地瓜的表皮洗一洗，刷一下，洗干净，稍微把这个泥土冲一冲。这是今天在菜市场买的红心地瓜。好，洗完之后呢，我通常就直接对半切，因为这样比较好放到我的电锅里面。我的电锅它是6人份的，所以没有那么大台，就这样子放上来。好，然后我就可以送到电锅里咯。看一下我的历史悠久的电锅。好，把我的地瓜放进来。那我通常这个烤地瓜呢，我会放大概1杯半到2杯的水，然后等它跳起来的时候，再焖个10分钟左右。好，现在就可以等我的蒸地瓜了。好，20分钟后见。等地瓜好的时间，可以吃一些水果垫垫胃。这是我前几天没有吃完的芭乐。这是我今天早上买的香蕉，还有砂糖橘，很营养丰富吧。好，电锅已经跳起来了，现在就可以看这个地瓜熟了没。大概过了20分钟才跳起来，然后我又焖了大概10分钟左右。好，很烫，要小心。好，大家这个蒸地瓜就可以这样戳进去看看哦，它超级软的，已经非常熟了。你看，可以整个这样子很轻松的戳下去，代表它熟透了，就可以起锅了。好，现在就带大家来品尝一下这个蒸地瓜。这地瓜应该1颗不到10块吧，因为是菜市场买的。那如果像这个 size 在全家的话，应该要35到40左右，因为它其实蛮大颗的，非常的软嫩。超级甜，超级甜，感觉就超级营养的。大家真的要试试看。就是我觉得地瓜本身就是一个很方便、很营养的食物，比吃白饭还要好，但价格并不比白饭还要贵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啦。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或是省钱的撇步的话呢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北漂大家一起加油吧！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